老哥，咱这是要干什么？瞧好了，哥给你打个样，你不得好死，有本事来啊！小崽子，尽管骂吧。我是来认亲的。认亲？来京城认亲的野种能排到山海关了。好了，别磨磨唧唧的，一刀下去就进宫享福了。慢着，你知不知道我爹是谁？在这京城，除了万岁爷和9000岁，还没人敢跟咱家这么说话。我倒要听听你爹是什么大人物。豁出去了，砍头也比当太监强。我爹叫魏四，我娘叫兰娘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世家大族，搞半天是个大名都没有的泥腿子。我管你魏四魏五的，进了这扇门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挨一刀。完犊子，这下真成太监了。刚刚谁在喊魏四？刚刚谁在喊魏四？刘公公饶命，是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胡乱喊人，冲撞了您，奴才这就把他拖出去处理了。小子，魏四是你什么人？这位一看就是狠角色，不管了，赌一把。魏四是我爹，我娘叫兰娘，苏宁县人，我身上还有块玉佩，是我娘留给我的，叫我来京城找我爹。魏四、兰娘、苏宁县，全对上了。还愣着干嘛？瞎了眼的狗奴才，还不快给这位小爷松绑，掉一点皮星子，我拿你们脑袋当尿壶！姓魏，权势滔天，还可能是个太监。我乱认的这便宜爹，不会就是明末的土皇帝魏忠贤吧？兰娘，这是兰娘的玉佩，错不了。这眉眼简直和我当年一模一样。儿啊，爹这些年找你们找的好苦啊！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娘她直到咽气的时候，都还等着你来找她。这些年我们母子俩受尽白眼，人人喊打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在？千错万错，都是我一个人错。儿啊，只要你愿意原谅爹，打我骂我都行，就算你要天上的星星，爹也给你拽下来。这还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东厂厂工吗？还好我耳朵尖啊，不然脑袋就搬家了。文培啊，除了咱们府上的人，还有谁见过我儿？回厂公，还有净身房的李公公和他手底下2个小太监，看样子应该是不知道小爷的身份。帮他们再紧紧嘴巴。除了这3个，今天净身房所有的当值太监和侍卫也都处理了。今天的事，我不想在其他地方听到一点风声。是，属下告退。还好没露馅，不愧是闻名后世的大反派。几句话，10几个人没了。儿啊，以后在这京城没人可以欺负你，有爹给你撑腰，随便你横着走。万岁爷驾崩了。爹，信王上位后，你怎么应对？坊间早就传闻你与信王不和，他上位后肯定会对你动手的。儿，低声些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信王已经是老皇烈了，现在应该称新皇。爹，你以为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吗？这些年你害了多少东林党人？朝堂上的那些世家名流，个个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你。就算新皇对你有所忌惮，你觉得朝堂上那些酸文武服会放过你吗？等新皇登基，我就主动请辞，东厂的印赋我也全盘交出，只要能用这些东西换一条生路就行。爹，你可别糊涂，这时候放权，不是给自己捅一刀吗？朱由检刚登基，手里有权，他才不敢动你。没有东厂，你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头没牙的大虫，分分钟就能把你扒皮抽骨。儿啊，你初到京城，怎么对朝堂中的事看得这么明白？我一路上讨饭时，看见乞丐为了半块馒头能打得头破血流，在我看来，这朝堂和乞丐窝没啥两样。爹，现在您就是那块馒头，国内恶殍遍地，边关战事也正吃紧，皇帝正巴不得在你身上啃一口续命，退一步就是死，想活命就只能先下手为强。爹，东厂和锦衣卫还在我们手里，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。趁现在朱由检皇位还没坐稳，我们先下手，让朱由检看到爹你的分量。现在皇帝和东林党都死盯着我，有些事怕是有心无力了。爹不必像之前一样上门抄家，只需要略施小计，那群老腐荣自己就会跳出来。明日上朝，
爹不等他们开口谈和，直接带头捐钱捐粮。这群老东西背地里没少贪，谁捐的少，爹就假意要抄家查验。这样不仅能堵住别人的嘴，给皇帝留个好印象，还能逼得东林党自己狗急跳墙。那要是他们一口咬定没钱怎么办？这时候真去抄家，先皇在世也保不住啊！不是还有锦衣卫吗？那群老东西害怕爹鱼死网破，肯定会忍不住转移赃银。这时候派人盯紧了，一抓一个准。好，就按我儿说的办。不管事成与否，我这个当爹的都要为你搏一条出路。回长公，禁书房的人都处理完了，但是慌什么？说，但是什么？我们的人发现锦衣卫指挥使张涛在偏定暴毙，七窍流血，像是服毒自尽。手都伸到我的锦衣卫里来了，去查一查是谁插的棋子。爹，不必去查，朝堂上虎视眈眈的人不少，无非就是皇帝或者东林党的人。现在张涛的职位空出来了，不如我们做个顺水人情，给皇帝主动让出这个肥位。朱由检最怕的就是爹权势滔天，不受他控制。现在他初登大阪，手边没有可用之人，我们主动放权，朱由检只会觉得我们识物之尽吐，反而对我们更有利。至于那些东林党，等他们以为爹日落西山，弹冠相贺的时候，咱们提前布好局，把这群老狐狸的尾巴连根拔出来。你带着东厂所有提级，把东林党人府上钉死了，飞出去只苍蝇都要给我搞清楚。另外，让锦衣卫那边准备好，这次可是一笔大财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儿啊，这京城人多眼杂，我给你安排一个新名分，以后在外面你就是我新收的干孙，任凭谁也挑不出毛病。放心，净身房的事儿没人知道，你就安心在我身边伺候着。朱由检，过2日，我给你亲手送上一份惊喜大礼。陛下初登大榜，如今国库空虚，边关告急，愿捐银2万两，粮3万担，为国分忧，祝陛下安定天下。陛下，万不可被此等小人蒙骗。天下皆知他魏忠贤无恶不作，嚣张跋扈。今日这番作态，无非是断尾求生，背后肯定另有所图。李大人自诩清流名士，难道就只会在朝堂上耍嘴皮子？既然我这个人人喊打的孽臣都知道为国分忧，李御史和各位大人是不是更该带头出份力呀？禀陛下，臣一介寒子，清贫自守，无后产余资，愿捐3月俸禄，略孝微亲，共度时间。陛下，臣也愿捐出3月俸禄，另加京郊几处帛产，愿陛下早日平复天下。各位大人还真是高风亮节啊！但别忘了，锦衣卫监察百官，要是被陛下发现各位中饱私囊，不愿真心为国发力，可是欺君大罪。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你以为人人都像你，不知廉耻的阉狗？好了，卫青也是一片好心，各位就此打住吧。退朝。李大人，还请借一步说话。李大人，今日之事，不知您如何看待？皇帝那边暂时摸不透什么路数，但魏忠贤那条老阉狗，肯定心里憋着坏呢。李大人，一点心意，下官有件事，还需李大人帮点小忙。儿啊，你是没瞧见，今天上朝的时候，李彪那群老东西听见我带头捐银，脸刷一下就涨成猪肝色了，那叫一个解气。这些年户部的银子，大半都进了他们的腰包。爹今天先给他们放点血，真正的大戏还在后头呢。长公，我们的探子来报，李彪从城中调用了一匹马车，连夜往郊一处小院去了。另外，武城兵马司那边也有动静。今天下朝后，不少官员借口筹粮捐粮，派自家马车出了各城。爹，机会来了，他们必会连夜将私产运出京城。事不宜迟，我们派人在城外小路把守，等着他们自己送上门。东厂，是。长公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我们的人在城外截获了10几个车队，全是运送的黄金白银，估摸着得有1000万两。我们还从李彪去的院子里挖出这个账本，薛国昭和他贪的每一笔银子都写得清清楚楚。好，有了这些，我看那群东林狗还怎么跟我叫嚣！给我继续盯，只要是从京城出去的马车，就算是拉粪的也给我搅一搅。是。
儿啊，这次全靠你了。要是没你出的主意，咱爷俩现在估计已经被扔进大牢等死了。明日上朝，你就将这些东西尽数交给皇帝。虽然只是2个小喽啰，但足够东林党那边出血了。臣要弹劾东厂厂公魏忠贤蒙蔽圣听，专横跋扈，以成毒瘤。臣恳请陛下下旨赐死这阉贼，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。禀陛下，老臣这里有一样东西，还望陛下过目。真是好得很啊！朕眼皮子底下居然养着你们一群吃里扒外的蛀虫，陛下不可听信一面之言，账本或可造假。魏忠贤一个阉人，他的话又怎能轻信？造假？那按李大人的意思，你帮薛国官转移赃款，还有这一箱箱真金白银，都是我凭空变出来的。要不你仔细看看，账本上盖的是谁的私印？薛大人不是天天标榜自己一心为公、粗茶淡饭吗？光马车上就搜出不下1000万两银子。薛大人这胃口可真不小啊！李大人不是总把两袖清风挂在嘴边吗？那天在朝堂上哭穷，就只肯捐3个月俸禄。怎么，城外那些银子宁肯烂在地里发霉，也不肯拿出来为国分忧？一把年纪了，还养7、8个妾室，李大人可真是老当益壮啊！这就是你口中的清流民士？这就是朕的清流栋梁啊！照这么下去，是不是哪天朕这个龙椅，你们也敢一起贪了？来人，李彪、薛国官2人夺去所有官职，家产查抄，夷3族。他们2个也不用下狱了，直接给我把他们剥皮冲草！陛下，所有查抄的银子都已经送到户部登记造册。臣年事已高，不堪大用，愿陛下钦点一人担任锦衣卫指挥使一职。臣只愿继续留在东厂，当陛下的一条狗，打死这些蛀虫。爱卿何出此言？此事你居功至伟，这东厂厂公的位置，除了你，朕谁也信不过。儿啊，你是没瞧见，崇祯的脸色跟调色盘似的，一会儿青一会儿白，那些东林党吓得腿都软了，差点当场尿裤子。多少年了，咱家就没这么扬眉吐气过。爹，这还只是个开始，下一步，我需要爹给我一样东西。以后你拿着这令牌，东厂的锦衣卫的人任意调遣。爹多句嘴，你要这玩意儿干嘛？弄钱囤粮练兵，这京城就是个铁笼子，困在这儿早晚是死路一条。想活命，咱们就得有掀桌子的硬实力。长公，伊叶皇后派人传话，要小爷亲自入宫一叙。儿别慌，爹派锦衣卫全程暗中盯着。半炷香，你要是还没出殿门，爹亲自闯宫接你回来。你就是魏大人新收的干孙，长得倒是俊俏。魏峰，见过皇后娘娘。见了本宫竟敢不跪，魏大人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？皇后娘娘有话不妨直说，这天寒地冻的，总不能是特意叫我来学规矩的吧？前几日宫里的李三刀和2个管事太监沉井了，魏忠贤说他们是半夜打水失足掉下去的，这话也就骗骗3岁小孩。你净身那天，我宫里的老太监亲眼看见刘文平冲进净身房，不出1刻钟就背着你出来了，前后不到半炷香，烧盆热水都不够。魏峰，你根本就没被淹，对吧？放心，这事儿会不会传出去，全看你识不识相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爱在东厂的眼线，乖乖听我的话。
等魏忠贤倒台，我不仅保你平安，就连他的位置你也未必坐不上。好大的胆子，犯下杀头的罪名，还敢对本宫不敬！娘娘可真是好兴致，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有闲心替我操心后路。放肆！竟敢诓骗本宫！我是先帝正宫皇后，皇帝怎么可能对我下手？哼，皇帝是什么性子，娘娘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你不仅在后宫说一不绕，朝堂上一众东林党还把你当救命稻草。皇帝刚登基，就要被一个威风远足自己的皇嫂压一头。你猜他要是知道你想把手伸到东厂，会不会夜夜梦见你效仿武则天垂帘听政？皇帝最忌讳的就是有人分权，皇帝早对你严防死守了。不信你看看这宫里，还有几张你认识的熟面孔，早就被他偷偷换干净了。就算得罪皇帝，我也要除掉你们这些阉党逆贼！娘娘可真是深明大义啊，就是不知道太康伯府上下100多口人，有没有娘娘这份觉悟？这不可能！我爹怎么可能贪这么多银子？娘娘要是想告发，尽管去就是。我爹刚给皇帝弄来一大笔救命钱，你觉得皇帝知道这事是会杀了我爹，还是会觉得娘娘你的手伸得太长了？娘娘自己好好掂量掂量。说吧，你要什么？我要娘娘当我在宫里的眼睛，帮我挡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作为报酬，太康伯的烂摊子我们会帮你摆平，你们张家在江南的产业，我们也会照付一二。你要本宫和你们阉党同流合污，想都别想！娘娘想清楚，现在朝堂上除了我们，还有谁能真正办事？难道靠东林党那群只会耍嘴皮子的酸儒？只要娘娘肯配合，这皇后之位永远是你的。不仅后宫没人敢惹你，就连皇帝也得重新掂量你的分量。好，我答应帮你，但张家要是出半点差错，本宫立马把你们的丑事公之于众。咱家再等饮茶的功夫，要是还不放人，别怪咱家冒犯娘娘了。爹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先回去。儿啊，那女人没为难你吧？这么说，张嫣现在成咱们自己人了。这步棋走得太妙了，有张权给你打掩护，张家不会真帮着东林党对付咱们。皇帝那边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咱们也能第一时间知道。就是没想到张国建那老东西，看着闷不吭声的，背地里捞钱居然这么狠。爹，后宫那边暂时是稳住了，但朝堂上的事才刚刚开始。李彪和薛国官不过是马前卒，东林一派真正的根基还在江南那儿。爹也正头疼这事儿呢。虽然给皇帝弄了不少银子，但这点钱根本不够塞牙缝的。皇帝不会真心信咱们，东林党随时会反扑。明日上朝，那群老狐狸的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。既然朝堂之上说不过他们，那我们就换个战场。那群老东西一个比一个不要脸，要是在朝堂上玩死谏那一套，陛下下不来台，只能妥协。既然这条路走不通，那咱们就换条路走，直接掀桌子。这3个钱庄我都门清，这家是京城最大的，掌柜姓舒，还算懂规矩。你盯着他们干什么？爹，你真觉得这生意姓舒吗？他不过是个打杂的，每逢灾年，他们总能弄到官仓里的陈粮，高价卖给百姓。一个普通商贾哪来的这么大本事？这背后都是钱千亿在给他撑腰。这些钱庄的本钱，一半都是江南富商出的，由户部侍郎侯昕背地里放印子钱，逼得百姓家破人亡。这些事在民间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。爹，你觉得我们大明朝是真的没钱吗？钱当然有，但不在朝廷，更不在百姓手里，全进了那些权贵富商的腰包。所以咱们想弄钱，绝不能盯着老百姓的口袋。那些商贾世家吃得脑满厨肥，一年的收入够大明朝吃3年饱饭。哼，不宰他们宰谁？儿，你准备怎么做？不跟他们在朝堂上浪费口水，
咱们直接来一招釜底抽薪，把他们的钱袋子彻底捅破。等铁证摆在眼前，皇帝自然看得清谁是忠臣，谁是蛀虫。魏忠贤这阉狗简直疯了，居然想踩着咱们的脑袋给小皇帝献媚！木堂兄别慌，咱们的账本做得滴水不漏，就算皇帝亲自来查，也查不出半点毛病。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皇帝现在都快穷疯了，魏忠贤扳倒李彪和薛国官那两个蠢货，皇帝就像闻着肉味的饿狼，早晚得盯上咱们俩。无碍，明日我就安排派国子监的学生游街请愿。把声势闹得越大越好，就算皇帝想保魏忠贤，也得掂量掂量会不会激起民愤。就按若堂兄说的办。这雪越下越大，粮价还能再往上翻几番。我回头就通知锁死，1粒米都不许放出去。等再过些日子，米价从3两涨到10两一袋，咱们不仅能填平这些年的窟窿，还能狠狠赚一笔。诸位同窗，诸位同窗，好戏就要开场了。这群酸腐文人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朕好不容易靠魏忠贤弄了点救命钱，他们就上赶着来添乱。魏忠贤死了，朕拿他们换银子花吗？陛下息怒，万万不可心急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妥善安置一众太学生。若是任由他们冻毙在外，激起士林哗变，那祸事可就大了。你立刻派人给魏忠祥传话，外面的太学生，他自己想办法摆平，不然朕也保不住他。这已经是朕给他最后的机会了，让他好自为之。什么？昨天不还是3两一担吗？今天怎么就要5两了？这不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？瞎嚷嚷什么？你嫌贵，我还嫌贵呢。现在京城哪还有米卖给你们啊？这都是老爷我花大价钱从外地运来的米，就这价，你爱吃不吃？上人了！贱骨头！老爷我洒扫街道，他自己不知长眼撞上来，关我屁事儿！再不走，小心跟他一个下场。掌柜的，我们从边关来的，半年没发军饷，兄弟们饿了5天了。去，哪儿来的臭丘巴？不去和蛮子拼命，上我这儿来讨饭来了？我告诉你，管你边军里军的，5两一袋，没钱就赶紧滚！掌柜的，行好，我们都是给大明卖过命的，就算给口糠也行。我兄弟伤得重，就等着这口吃的活命了。不卖，一群吃干饭的废物，死在边关算了，赶紧走，别死我店门口了，还得搭棺材钱。你说谁吃干饭？我的兄弟都折在广明城了，就剩我们几个捡了条命回来。没有我们在前面杀敌，轮得到你在这儿过安生日子？还愣着干嘛？给我往死里打！大明的老少爷们儿，我们替朝廷流干了血，这群奸商连一口糠都不给吃，我们已经没有活路了。这是50两银子，事成之后我会再拿50两给你家人。大人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用我这条烂命换全家老小温饱，值了。真死了！天杀的，奸商打死抗金英雄了！横竖都是一样，不能再等了，大家一起！都给我拿下！敢反抗的，就地格杀！大人，这几个老兵怎么办？看着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哪有什么老兵？
本府只看见一群趁火打劫的流寇，动作利索点儿。回头钱大人怪罪下来，本府治你个办事不力。慢着，都给我住手！原来是刘公公，本府正在办案，拿了几个当街行凶的刁民，正要回去审呢。公公若是无事，劳烦让个路，改日请公公喝茶。办案，不知府尹大人办的是哪门子案？既然牵扯到边关将士，这事就该归南镇抚司和兵部审理。府尹大人这是要越俎代庖，还是不把皇帝放在眼里？公公说的是，本府一时着急唐突了，那这几人就移交公公处理。干得漂亮！现在鱼已经咬钩了，接下来咱们再给他们添把火，让这火烧得更旺。儿啊，皇帝那边快撑不住了，那群愣头青还在长安门外跪着死谏，再这么下去，皇帝肯定会把咱们推出去顶罪的。爹放心，他推不了。该顶罪的根本不是咱们，在赤裸裸的饥饿和绝望面前，东林党粉饰的太平，终究是纸包不住火的。哼，你可看仔细了，有半分虚言，朕先砍了你！臣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几人身穿边军战袍，满身刀伤，肘上全是冻疮留下的疤痕，确实是从辽东退下来的老兵。你是说，朕的将士在边关拼死杀敌，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，还被钱谦益的人当街捅死？你先下去吧。锦衣卫和东厂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朕。陛下息怒，魏大人那边已经有行动了，就是外边的太学生已经晕过去数十个了。陛下要不见一见，先把他们安置好，他们想跪就让他们跪着。传朕旨意，京城所有官员即刻入宫议事。朕倒要看看他们给朕演了一出什么好戏。这是边军，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？你还不知道，东街满丰米行的掌柜纵奴行凶，不卖米就算了，还当街捅死了抗金老兵。结果人家掌柜屁事儿没有，反倒抓了不少老百姓。我们年年交的赋税为了狗吗？怎么连边军都吃不饱？这群人天天喊着战事吃紧，税一年比一年高。我看是前边吃紧，后边紧吃。天杀的！我3个儿子都去了辽东，到现在连个信儿都没有。朝廷就是这样管的，人都要死绝了。我们去告御状，不能让将士们的血白流了。还在这儿啃树皮呢，城里都传开了。满丰米行藏着整整4万坛白米，人家就是捂着不卖。今儿早上几个老弱边军去买米，直接被当街捅死了。我女儿昨晚上没了，他们为什么不卖米？是东林党，是钱谦益他们想发国难财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外边被人堵死了。不过是一群流民罢了。武城兵马司和顺天府的人呢？叫他们出来镇场子。老爷，前后都被堵死了，送信的人出不去。该死的刁民，先护着我冲出去，等我面圣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他们。杀人偿命，开仓放米。钱爱卿，你这是被狗撵了吗？怎么弄得如此狼狈不堪？陛下，臣要告发魏忠贤祸乱朝纲，意图谋反。那些太学生乃是我大明文脉，竟被魏忠贤逼得在外死谏，恳请陛下下旨将其革职查办。陛下，阉党作乱，天怒人怨。陛下今日不杀魏忠贤，微臣就以死明志，一头撞死在这殿内。恳请陛下诛杀逆贼，以平民愤。各位大人，这是要准备逼宫吗？阉狗住口！你欺君罔上，罔顾纲常，还有脸站在这儿？今日就是你们东厂走狗的死期！禀陛下，长安门外聚集了不少百姓，大喊着要告御状。
带进来，此案朕亲审。陛下明鉴，老臣死不足惜，但大明都快被这些蛀虫掏空了。这几人都是从辽东退下来的将士，只因半年没发军饷，近日去买米不成，竟被米行的人当街打死一人。这是老臣搜集的米行账本，恳请陛下过目。陛下，这些将士在边关断了手脚，无粮无饷的，想去满丰米行讨一口米糠吃，没成想米行的掌柜一粒米不给，还指使家丁动刀子，让为国家流血的老兵横死当场。陛下，此贼血口喷人，这些人身份存疑，分明就是他找人假扮。陛下万万不可听信他的谗言。陛下，那老兵的尸体就在长安门外，兵部册子上也有几人姓名，陛下大可查验。钱大人，这米行的5成利，你拿的可真舒服啊！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这米行定是臣的族人打着我的名号开的，臣真的毫不知情。陛下，今日东街确有流民作乱，顺天府都已缉拿归案，这分明是魏忠贤的奸计，以此来栽赃陷害，蒙蔽圣听。哼，流民，侯大人真是好一张利口。京城哪里来的流民？天府抓的都是户部登记造册的百姓，只怕是耽误了钱大人赚银子，在牢里屈打成招了吧？来人，将钱谦益拖下去，查抄全部家产，押入大牢。顺天府尹玩忽职守，即刻革职查办。还有那满丰米行，全部收归国库。掌柜及所有帮凶，全部充军边关。魏爱卿，这件事朕全权交给你负责，一定要把这些国家蛀虫全部给朕挖出来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儿啊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你，要不是咱们提前布好局，这次不死也得剥层皮。阉党休走！你祸乱朝堂，罪不容诛，竟还敢招摇过市！你有何脸面苟活于世？沈修远，你这种黑白不分、中恶不辨的人，也配在这里苟费？你自己好好看看。这就是你口中的清流钱谦益干的好事，把为国捐躯的将士当街逼死。你要是不信，自己去东街看看，那趟血还没干透呢。各位千万别动摇，这一切都是那个家伙的阴谋诡计。还读书人呢？呸！天天满口仁义道德，居然帮着钱谦益这群畜生说话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，连是非善恶都看不清了，书真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哎呦，我的儿啊，这下咱们可真发达了！陛下把这事儿全权交给我负责，查出来的所有钱粮都得经过我的手，这一局咱们赢麻了。而且光一个满丰米行就超出整整4万担米，钱谦益那老东西肯定藏得更多。爹，先别高兴得太早。钱谦益再富，能榨出多少油水？满京城上上下下多少张嘴等着吃饭？更别说城外的灾民和边关欠的巨额粮饷，就这点东西，根本就是杯水车薪。钱谦益虽然倒了，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他们的根基还在江南。要想熬过眼下这关，就得从江南那群富商嘴里把粮食抠出来。儿啊，这谈何容易啊！这京城早就漏成筛子了，江南那群富商精得跟猴似的，早就囤了大批粮食，就等着京城撑不住了，高价抛售。这时候想让他们开仓放粮，就算把京城的家底都掏空了都不够。朝廷不急，我们急什么？让这股势头再涨一涨。送到苏州聚贤钱庄，等着吧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劳烦刘公公快马加鞭帮钱大人送信。不妥，儿啊，你脑子被冻成冰坨子了！这信要是送到江南富商手里，那就是给咱爷俩送催命符。京城粮道一断，这立马就成一座死城。粮道不断，怎么逼得皇帝和江南那群铁公鸡做决定？再说了，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，皇帝还在龙椅上坐着呢，轮不到咱们来背这个锅。
京城运河已经3天没见一艘粮船了。京师大仓空的能跑老鼠，通州大仓更是粒米不剩。你们平时一个个嘴皮子溜得能翻花，现在怎么全成哑巴了？陛下息怒，京城周边州县已在加急调粮过来了，只是近年大旱不断，收成只有往年1半不到，怕是难以凑齐粮食。大旱，一群没用的饭桶，滚！都给朕滚出去！儿啊，陛下已经5天没宣我进宫了。咱们的人在周边高价收粮，连根稻草都没捞着。现在外边都传是我查抄满丰米行得罪了江南富商。皇帝要是扛不住把我推出去当替罪羊，咱爷俩可就全完了啊！爹，急也急不出粮食，先吃饭再说。哎呦，我的祖宗，这都火烧眉毛烧到眉毛根了，哪还有心思喝粥啊？再不想办法弄来粮食，城里城外饥民能把咱爷俩生吞活剥了。爹，我有办法，不过得让我进宫面圣。不可不可，你是个假太监呀！崇祯那小子性子阴晴不定，跟翻书似的，万一露了馅儿，爹就算拼了老命也保不住你。爹，你觉得都到这份上了，皇帝还有闲心管我是不是真太监吗？再说了，我的计划必须得皇帝点头配合。臣给陛下请安。魏爱卿这是唱的哪一出？特意来看朕的笑话是吧？万万不敢，臣是来献计的。献计？你还以为东厂抄家那套把戏好使啊？现在满朝都是弹劾你的折子，说你行事跋扈，得罪了江南商户，才把京城逼得没米下锅。我不找你算账，已经是看在往日情分上了，你还敢来献计？怎么想让朕把江南商户全抄了？陛下，臣有一计，不仅可以解决京城米荒，还能一劳永逸，彻底将江南的粮袋子攥在朝廷手里。你再说一遍！敢在朕面前大放厥词，你有几个脑袋够朕砍的？陛下，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还望恕罪。陛下贵为天子，难道甘愿被一介商贾威胁吗？江南富商敢如此行事，分明是没把陛下放在眼里。只要按我计划行事，1月之内，江南之米尽归京城，往后也不会再有富商掣肘。哼，说下去，今日不论言语得失，朕不怪罪。陛下苦于想江南富商下手，可又怕师出无名，激起民愤。那如果说不是抄家，而是平叛呢？抄家还需证据，平叛只需要陛下您一道圣旨就够了。商人最是唯利是图，他们囤粮不卖，无非是想吸干大明最后一口血。但要是咱们故意放消息出去，说大明1分钱都拿不出来买粮，陛下猜这群铁公鸡会怎么做？到时候这群富商肯定以为玩脱了，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把粮食北运，但不是给咱们，是送给关外的鞑子，换他们自己的一条狗命。他们敢！这群吃里扒外的东西！陛下息怒，咱们等的就是他们沉不住气的时候。只要在半路上把粮食截下来，一切就都在咱们掌控之中。若能神不知鬼不觉，便将罪责归于金兵侵扰；若是有败露，我们便可师出有名，对其加以惩戒。好，朕就给你这个机会。朕亲封你为东厂千户兼锦衣卫指挥副使，京城所有人马你都可以调动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这事办砸了，你和魏忠贤自己提着脑袋来见朕，朕绝不留情。臣领旨。爹，事不宜迟，趁着江南粮商还在观望，我们得把消息散出去。刘公公，你拿着我的锦衣卫令牌，带人快马加鞭去苏州、扬州、杭州3地，把消息撒遍所有茶馆、酒楼、码头，逢人就说皇太极开春，要大举出兵，京城已经朝不保夕了。另外，派东厂的人扮成逃难的太监，在江南各地典当宫里的物件，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相信，京城已经弹尽粮绝，成了一座随时会被攻破的孤城。爹，最关键的一步还得您来，我才放心。您带着亲卫，暗中把江南通往北地的所有商道都盯死，不求万无一失，但大头必须截下来，这可是咱们活命的本钱。儿放心，爹这次豁出这条老命了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爹就算扒了这身官皮，也得保你平平安安。打听到什么了吗？回老爷的话，京城的运河已有3日没有动静了，现在都在往外地买粮。隔壁孙掌柜传话过来，他的粮仓已经满了，问可不可以先放点粮出去回回血。告诉他，现在谁敢放1粒粮出去，以后就别想在江南混饭吃。京城撑不了几天了，再熬熬就能赚大钱。是，老爷。各位，
近几日京城的动静，想必大家都清楚了吧？运河断粮整整6天，宫里的太监都跑到苏州、杭州典当御用物件了。崇祯那小皇帝估计在宫里急得直跳脚。可不是嘛！我今早刚收到苏州同行的信，说北边逃过来的人的流民个个面黄肌瘦，食不果腹。现在的皇城没粮没饷，就是个空壳子。小声点儿，这话要是传出去，就完了。不过北边要粮的可不止崇祯那小皇帝，咱们库里堆的这些粮食，那可是能换锦绣前程的宝贝疙瘩。大明气数已尽，撑不过开春了。皇太极早就派密使联系过我。只要咱们把粮食悄悄送过去，新朝一建立，咱们都是从龙功臣，封官赐爵，良田豪宅，要啥有啥，不比在这给大明当牛做马强。周兄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，我早就看明白了，大明烂到根儿里了，咱们几代家业可不能跟着陪葬。送粮过去，既能拿真金白银，还能换个世袭功名，这买卖稳赚不赔。可，万一消息是假的呢？要是崇祯缓过劲儿来，或是魏忠贤故意放风设套，咱们的运粮队被截住，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假不了，那些典当宫里东西的太监是真的，运河断粮是真的，京城里饿殍遍地，百姓易子而食也是真的。崇祯现在没粮没钱，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。周兄说的对，这事儿能干。咱们分批偷偷运粮，专走偏僻小路，避开官府和东厂的耳目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好，我库里压着25000吨精米，今晚就按家丁装车，先送5000担过去探探路，看看皇太极那边够不够意思。运粮商，老爷，杭州郑家已经开始动了，昨夜装车近3000只粮食，走小路出了城。我也干，3万当小麦烂在库里，不如换个世代富贵。就算失败，他皇太极也总不能亏待咱们这些送粮的功臣。干了，都这时候了，总不能还指望着皇帝来收粮食，赚谁的钱不是赚？说不定还能博个官身出来。好，既然大家这么都一条心，那我就拔在前头。第一，此事居密，对外半个字都不能漏，就说北调粮赈灾，绝不能露半点马脚。第二，千万别贪多，每批最多5000担，分走3条不同的小路，分散风险，免得被一锅端。放心，我嘴最严，这事儿要是从我这儿漏出去，不用官府动手，我自己提头来见各位。咱们现在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谁也不会傻到自毁前程。我这就回去安排人手备车，今晚子时第一批粮准时出发，走城西那条小路，保准安全。那就提前祝各位一路顺利，富贵加身。大人，来了，一共13辆马车，看车身前，每车少说装了400、500担粮食。别急，让他们走。大人，这可是近6000担粮食啊！现在动手正好一网打尽。小爷交代过，不能打草惊蛇，先给他们点甜头尝尝。抓了这一批，还有下一批呢。江南粮商多如牛麻，不能只摘几片叶子就完事。爹，鱼儿已经上钩了，接下来我还需要您出面放出点消息。儿你尽管说，爹我听你的。派东厂的人散播3条消息。第一，京城危急，崇祯下旨3日后封锁所有北行道路，沿途派重兵把守。第二，皇帝派爹您亲率提骑南下强征粮草，已经有3家小粮商被抄家了。第三，皇太极那边暂时不收粮，说要等更多粮食凑齐再交易。儿啊，你这招太绝了，这是要把他们往绝路上逼，让他们狗急跳墙啊！他们现在怕的不是咱们，是怕粮送不出去，功名换不来。咱把交易的路堵死，他们一急肯定会铤而走险。到那时候，
才是咱们收网的最佳时机。周兄，坏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不下来，慢慢说。是运粮的队伍出问题了吗？第一批粮已经运到了，但回来路过京城的时候，我们打听到风声，这大明朝的天真要变了。刚收到消息，崇祯的小皇帝急疯了，说京城危在旦夕，3日后要封死所有北行道路。3里一岗，全是他的亲信把守，挨个盘查。还有魏忠贤的老东西，带着东厂人马南下了。听说已经抄了3家粮商，人头都挂在城门口示众了。当真？消息可靠？千真万确，是咱们安插在官府里的人拼死传出来的，绝对错不了。这还不算最糟的，更要命的是，北边密使说，皇太极那边暂时不收粮了，要等更多粮食凑齐才肯交易。说咱们现在送这点粮，是在给皇帝拖延时间。封路，不收粮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偏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？周兄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咱们第2批粮刚出发，还没到边境呢。要是真封了路，粮送不出去又拉不回来，这么多粮食烂在手里，咱们家底全赔光了。而且魏忠贤南下，要是查到咱们头上，那可是灭门的大祸啊！怕有什么用？事到如今，早就没有回头路走了。周兄的意思是，现在离封路还有3天，咱们连夜把所有粮食都集结起来，今晚就出发。不走小路了，直接走官道，趁着封路前冲过去。不行不行，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太冒险了。冒险？现在不这么干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只有冲过去，把粮送到皇太极手里，咱们才有活路。王兄，你库里也有几万担粮食，难道想眼睁睁看着他们烂掉，看着全家老小跟着掉脑袋吗？好，周兄，横竖都是赌一把，我跟你干。这才对。事不宜迟，咱们立刻召集所有粮商，连夜装车，3更天准时出发。江南粮商的大头全都到齐了，一共56车粮草，还有他们这些年囤粮抬价的账本密信，全在车上。果然是狗急跳墙了，不急着动手，等他们全部进入包围圈，再一网打尽，一个活口都别放跑。怎么回事？哪来的官兵？完了，是东厂的人，咱们被盯上了。周掌柜、王掌柜，别来无恙啊！深夜走官道运粮，还带着这么多家丁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官爷误会了，我们是奉地方之命运粮赈灾，不知官爷在此，
多有冒犯。赈灾，京城半月前就下令调粮入京，周掌柜这消息收到的够迟啊，还带着达子带路。周掌柜这赈灾，赈的恐怕是关外的灾吧？大人饶命！都是周掌柜的主意，我是被他胁迫的。你胡说！明明是你自愿入伙。吵什么吵？到了诏狱，有的是时间让你们慢慢掰扯。来人，把人全部拿下！粮草账本统统清点清楚，押回京城，交由陛下处置。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老爷，我们的人跟到通州就被拦住了，周掌柜他们到现在也没有消息。怎么会这么巧？不对劲儿，这肯定是出事了。老爷，那咱们的粮食怎么办？要不要赶紧藏起来？藏得住吗？锦衣卫和东厂那群人的鼻子比狗还灵，你就是把粮食藏进祖坟里，他们都能给你刨出来。事到如今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把粮食全部送到京城，说不定还能捡回一条命，挽回点损失。老爷，送过去。咱们好不容易囤的粮，不交出去，等着被抄家灭门吗？现在把粮送过去，还算是雪中送炭。皇帝总不能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卸磨杀驴吧？老爷英明，我这就去安排装车。爹，周王两家的人全都抓住了，粮草全部扣下。这些年江南粮商囤粮抬价的账本也全到手了。好，这下人证物证俱全，江南那些富商就是咱们砧板上的肉，想怎么剁就怎么剁。京城外有一粮商押着20车粮食，说是要献给陛下，主动请罪。此刻已到城外，等候发落。真是个老狐狸，这都没上套。儿啊，你说咱们该怎么处置他？既然大老远给我们送来了，那我们就去看一看。小爷饶命，9000岁饶命！草民有罪，一时糊涂，被人蛊惑，才动了歪心思，绝无通敌之心啊！赵掌柜好大的本事啊！发国难财，竟还敢暗通达子，还跪在这儿干嘛？自个儿回家洗干净脖子等着吧。草民知错，草民愿将所有粮食献给朝廷，只求小爷9000岁开恩，帮草民美言几句，饶草民全家性命。赵掌柜倒是识时务，只是你以为献了粮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？小爷要什么都可以，只要饶草民一命，草民什么都愿意做。你这条狗命留着还算有点用，就派你出面，帮朝廷对接江南所有粮商，采买粮食。小爷放心，草民一定办好。江南粮城都给草民面子，保证把粮食都收上来。别急，我还没说价格呢，1文钱1担，多1分都不行。
1文钱1担。小爷，您开玩笑吧？现在粮价就算跌，也得1两银子1担，1文钱连个零头都不够啊！赵老板刚才不是说，为了活命，什么都愿意做吗？怎么，这就把你难住了？我答应。早这样，何必受这些罪？3个月之内，江南所有粮食必须全部以1文钱1担运到京城，少1担，你和你全家一起点天灯。1文钱，我一辈子的心血，我攒下的家业全没了。臣参见陛下。免了，江南之事可都办好了。回陛下，江南一众粮商暗通外敌，哄抬粮价，罪证确凿。江南所有粮食现已尽数收归朝廷，正陆续运往京城。臣从这些富商家里还查抄出白银600万两，另有大小船只1000余艘，已全部送往户部统计。好得很！这群奸商，吸着大明的血发国难财，还敢通敌叛国，简直罪该万死！还有这群阁老，天天跟朕哭穷，不是要缩减驿站，就是要裁撤边军。我大明的血肉，全为了这群不知廉耻的豺狼！传朕旨意，所有涉事江南粮商，无论主从，一律处死，家产查抄充公。遵旨。魏峰，朕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能为朕弄来多少银子？只要有陛下撑腰，国库里面永远都会有用不完的银子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吉星。魏峰，你此次立下大功，一举清除江南毒瘤，解决京城粮荒，安定民心，功不可没。朕将锦衣卫指挥使的位子交给你，加太子少保，赐良田1000亩，府邸1座。另外，这些蛀虫的族田私产，朕不方便下手。你和魏忠贤看着办，往后朝堂上下谁的手敢伸过界，你尽管去查抄。臣谢陛下隆恩。臣魏峰见过皇后娘娘。免礼。本宫听说你自净身房出来，不到1年便身居高位，深得9000岁与陛下信赖，倒是个奇人。都是陛下与9000岁提携，臣不敢当。奇人，本宫看你是胆大包天，你步抬稳健，说话中气十足，哪有半分阉人的样子？你根本就不是太监，对不对？娘娘慎言，恭敬森严。娘娘这般揣测，是要治臣一个欺君之罪吗？欺君？你若真是阉人，为何宫中见过你净身的太监一个都不见了？你以为宫里人都是瞎子吗？娘娘是皇后，母仪天下，就该安安稳稳管好后宫。朝堂上的事，不是娘娘该插手的。至于我是不是太监，娘娘心里清楚，有些事看破不说破才是聪明的。皇上现在需要的是一把像我这样的快刀，就算他知道了，也不介意替我捂住天下人的嘴。你敢威胁本宫？臣只是提醒娘娘，安安稳稳做你的皇后。若是学别人勾连朝堂，惹是生非，这京城的水很深，娘娘可别呛着了。臣还有公务在身，先行告退。娘娘，这是我查出的周皇后安插在慈心宫的眼线，以后娘娘的宫殿，我挑几位得力的锦衣卫守着，娘娘大可放心。是叫锦衣卫盯着我吧？说吧，想要我干什么？娘娘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自己如今的处境。东林党把您当急行物，皇帝表面对您尊敬，心里恨不得除之而后怪。除了我，娘娘没有别的选择。我要娘娘成为我在后宫的眼睛和耳朵，皇帝的喜怒哀乐，后宫的风吹草动，都要及时告诉我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娘娘放心，我魏峰说到做到。娘娘的位子稳如泰山，谁也别想动。至于那些东林党，等我彻底掌握锦衣卫和东厂，谁想动娘娘，都得先问问我手里的刀答不答应。儿啊，你瞧瞧，江南这群蛀虫被连根拔起，
虽说皇帝拿了大头，剩下的银子也够咱俩花一辈子了。崇祯现在得靠着咱们，东林党也蔫了，这关咱们算是彻底闯过去了。怎么，不高兴？还是觉得爹做的不够好？爹，现在高兴还太早了，这只是暂时安稳，真正的麻烦还在后头。真正的麻烦还在后头。哦，你说谁？东林党已经成了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江南也拿下了，还有谁能跟咱们作对？手握重兵，镇守边关的袁崇焕，还有关外虎视眈眈，随时要南下的皇太极。哼，袁崇焕一个武将罢了，说到底没钱没粮，就是皇帝的一条狗，他还敢反投后金不成？至于皇太极，离开春还早着呢。关外那些蛮子，估计现在冻得嗷嗷叫，一时半会儿打不过来。爹，你只看到眼前，没看到长远。他一旦起了异心，或者被崇祯猜忌，咱们在京城根基在后，也架不住边关兵变。如今咱们内乱不断，国库空虚，皇太极巴不得咱们内斗。等咱们耗得差不多了，他再挥师南下。爹可别忘了，边军还欠着半年的军饷呢。这样的军队怎么跟敌军拼杀？到时候整个大明就是他的囊中之物。这个冬天他熬过去了，估计开春就会马踏中原。所以咱们更得给自己留条后路，手里有兵，才真的能站稳脚跟。咱们在京城有东厂锦衣卫在手还不够吗？儿啊，组建私军那可是铁板钉钉的死罪，一旦走漏风声，崇祯第一个就办咱们。所以不能在京城练，得去个远地方，名正言顺的离开，让人挑不出错。爹，你上奏说自己年老体衰，恳请告老还乡，去凤阳看守皇陵。守皇陵，那不是养老等死吗？明面上是告老守陵，暗地里，凤阳离京城108000里，山高皇帝远，正好干咱们想干的事。凤阳流民多，又有铁矿，咱们到了那里，打着守陵屯田的名义，收容流民，招募铁匠，悄悄打造兵器，操练兵马，建一支真正属于咱们自己的私军。儿放心，这事包在爹身上。爹，您放心，我要让朝堂上这群披着人皮的畜生明白，笔杆子永远干不过刀把子。户部尚书毕自言，经手军费560万两，等经他手就只剩280万两，还有兵部尚书王在钦90万两的采办银子，到手只有30万两。好，真是好得很啊！陛下息怒，朝中臣客顾及太多，想根除绝非一日之功。臣有一计，可兵不血刃，既能除掉朝中这些尸位苏残的蛀虫，还能把京城周边的兵权尽数收归陛下手中。说，若果真如你所说，就算杀得京城人头滚滚，朕也给你撑腰。如今京城防卫的要职虽是陛下的人，但手底下全是吃空饷的官家子弟，这在京城早就不是秘密了。不少东林党官员的子弟都在御林军中挂着虚职混日子。如果陛下下旨，把这些吃空饷的少爷们全拉到前线去，陛下觉得那群东林党会怎么样？这会不会逼得太紧了？他们要是狗急跳墙了怎么办？哼，陛下，您太高看他们了。只要您摆出铁面无私的样子，任凭谁来说情都不听。不出3日，他们自己就会撅着屁股来向陛下请罪。要是真有硬骨头，那就让他去跟达子的刀去说吧。毕竟为国分忧是本分，就算他们扯大旗，也别想拿仁义道德压咱们。传朕口谕，国家危急，朝中大臣当以身作则，为国效忠，特将京中御林军调派前线，3日后启程。陛下，3日会不会逼得太紧了？紧，朕就是要捏碎他们的骨头，榨干他们吸走的民脂民膏，看看究竟是谁吸干了大明的骨血。魏峰，你说朕这皇帝是不是当得很窝囊？臣以为，陛下是大明朝以来最为勤贡的皇帝，大明朝能有陛下这样的君主，是臣和天下百姓的福气。陛下只是有时太过仁义，才被这些无耻小人钻了空子。魏峰，以后内务府总管的担子，朕也交给你。臣遵旨，定不负陛下所托。从养心殿出来时，雪已停下，但我知道，很快就会有一场腥风血雨再次笼罩京城。完了完了，陛下这次是铁了心要把御林军子弟调往前线，
我塞了无数银子进宫打听消息，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。明日大军就要开拔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魏峰那边铁板一块，我派去的人直接被扔了出来，摆明了谁求情都不好使。要不咱们去求陛下收回成命？陛下新词，说不定会答应。新词？陛下刚才发的火你们没听见？那是要杀人的架势。现在只能硬着头皮去找魏峰，他现在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，陛下只信他，也只有他能说上话。魏大人，求魏大人高抬贵手，我等一时糊涂，绝无二心呐！求大人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，饶我儿子一条性命。大人，我愿交出全部家产，只求留家中子弟一条性命，往后再也不敢贪墨半分。魏大人，这是下官们的一点小小心意，只要您开口美言几句，事后我给您这个数。二位大人这是说的哪里话？为国效忠是陛下的旨意，我不过是秉公办事罢了。不过边关确实凶险，我倒也不是不能替几位大人说句话。多谢魏大人。圣旨到，户部尚书毕自严即刻入宫面圣。朕听说，诸位的子弟在御林军中任职，好像不太想为国出力啊。陛下，臣知错了，求陛下从轻发落。臣愿辞官归乡，从此不问政事。陛下，臣年老体衰，恳请带着族人告老还乡，还望陛下成全。辞官？现在才想起辞官？晚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朕登基以来，对尔等委以重任，信任有加，可你们呢？结党营私，祸乱朝纲，把大明江山当成了你们敛财的钱袋子。你们现在说辞官，是想带着赃银回老家继续做富家翁？莫不是把朕当傻子耍不成？陛下饶命，臣一时糊涂，罪该万死，只求陛下念及旧情，留臣一条性命。一时糊涂，贪墨几百万两军饷也是一时糊涂，害死无数边关将士，饿死万千百姓也是一时糊涂。陛下，这是从几位大人府上找出的证据，每一笔银子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传朕旨意，东林党一众官员贪赃枉法、结党乱政，罪证确凿，全部革职查办，主犯凌迟处死，从犯流放3000里，永世不得回京。儿啊，你这一手真是绝了！现在朝堂上再也没有东林党那帮人碍手碍脚，咱这颗脑袋算是暂时保住了。爹，事不宜迟，趁着皇帝还信任咱们，您即刻出发去凤阳，记得一定要多找铁匠。咱们能不能翻盘，全指这支私军了。我这就安排。东林党一倒，往后就该是真刀真枪的比拼了。魏峰，你说这兵部的火器还有几成能够上战场的？陛下，臣估计不足3成。兵部火器营荒废多年，维护和采买的银子都被贪墨得七七八八。据我所知，早在3年前，京城防备就没再训练过火器，如今那些火器大概都已经锈蚀报废了。这群该死的蛀虫！火器营当年可是先皇一手带起来的，达子闻之无不闻风丧胆，竟然在朕手上废了。陛下，臣愿接管兵部火器营，审理账目，为陛下重新打造一支无坚不摧的神兵营。
朕准了。鸟冲、三眼冲，还有红衣大炮、虎墩炮这些攻城破阵的利器，兵部这些人真是暴殄天物。有这些东西，鞑子再多咱们也不怕。既然要造，那我们就造最好的。这些枪打不足还行，要是对上重甲骑兵，就有些不够看了。成了，虽然还是老式火药枪，但一轮可以打6发，多造几门，效率比之前高很多。时间来不及，先把这个弄出来再说。刘公公这张图纸，务必要连夜亲手送到我爹手上，路上要是被人发现，直接烧掉，绝对不能外传。另外，叫我爹把银子全换成铁，我有大用。小爷放心，这图纸就是我的脑袋。绝不会出一点差错。来人，告诉铁匠营，从今天开始一刻都不许停，按照图纸上的样子给我造。谁要是偷奸耍滑，咱家亲手剁了他。这就是风儿画的新式火枪，看着怪模怪样，6根管子绑一起，能好用。长工，图纸是小爷亲手画的，将士们连夜赶工，说是能一次打6发，比老式鸟弄强太多。是，拉开靶子，打几枪看看。好东西，这威力比鸟铳强10倍都不止。报！800里加急军报！边关告急！真的绕到蒙古，挥师南下了。皇太极亲率满洲8旗，联合蒙古10万大军挥师南下，现已逼近冀州，竟是危在旦夕。主公可有良策呀？陛下不必惊慌，皇太极此举看似声势浩大，实则外强中干。他孤军深入中原，战线拉得这么长，光是10万大军的粮草补给就够他头疼的了。魏爱卿继续说，现在虽快开春，但地里还没有收成。皇太极此时南下，估计就是想试探虚实。咱们只要跟他耗着，他供应不起10万大军的粮草，自然会退兵。臣不才，愿领监军一职，为陛下分忧。陛下，魏大人忠勇无双，胆识过人，兼兵一职，非魏大人莫属。京师存亡在此一举，魏大人愿以身赴险，实乃大明之幸。臣恳请陛下恩准。臣等恳请陛下恩准。好，朕准你所请，授魏封为监军，节制冀州各路兵马，即刻领兵驰援。臣遵旨。朕赐你尚方宝剑，此去冀州，但凡有阻碍军情者，卫青皆可先斩后奏。这魏峰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监军一直看着风光，实则就是去送死。可不是嘛，10万大军压境，冀州危如追拦，去了就是九死一生。他还主动请缨，不过也好，替咱们挡了这桩祸事。刘公公，告诉我爹，该准备动身了。小爷，人手是不是太少了？咱们拢共才5000人，对面可是10万大军呢。咱们有新式火器，不用拿人命去填。刘公公就瞧好了，5000对10万，我照样能打赢。大人，前线急报，冀州城外，顺义、密云、平谷已破，10万大军就在冀州城5里外，
袁崇焕带着关宁铁骑撤了。小爷，冀州已是孤城，恐怕连3日都难以撑住，我们还要去吗？不慌，我早料到会有这一天。袁崇焕不走，我还不敢安心去冀州呢。这军功他不要，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。公公这是来了兴致，到我们军营里赏景来了，还是准备用脑袋去当达子的盾牌呀？公公舟车劳顿，末将也就不再绕圈子了。关宁军2个月的粮草，到现在只到了半月的量，缺的兵器甲兽递了3回折子上去，到现在没一点回信。公公，不是本将不肯出兵，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末将就算再有本事，也不能让兄弟们饿着肚子打仗不是。公公带句话回去，要想关宁军出战，粮草军饷一样都少不得，否则……哦，否则如何？吴副将说话可得掂量掂量，这话要是传进皇上耳朵里，可不是消极待战这么简单，搞不好要抄家灭族的。我的面子不好使，那这个在吴副将这里应该好使了吧？哼哼，公公别拿这玩意儿压人，缺粮饷，兄弟们饿肚子，拿什么跟达子拼？就是，总不能让兄弟们白白送死。公公要是硬逼，别怪我们不听调遣。对，凭什么？我们不出兵？不出兵！尚方宝剑在此，如陛下亲临。尚方宝剑在此，如陛下亲临。临阵抗命，贻误军机，那是满门抄斩的死罪。诸位心里该有数吧？你们尽管试试。今日不出兵，明日敌军破城，你们要么当逃兵被朝廷追杀，要么当汉奸遗臭万年。该给的粮草我一分不少补上，打不打你们自己选。好，我可以出兵，但只守不攻，绝不出城死战。苏总兵，城中还剩多少守城器械？滚石还剩2日的量，弓箭1000余发，就这些东西，最多能挡3天。魏公公，我们现在撤还来得及，关宁铁骑不能全栽在这儿。城内明军听着，速打开城门，放下兵器，否则今天这些汉人百姓一个不留！达子根本没人性，从来不管百姓死活。开城门咱们全得死，可不开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百姓被砍了呀。民国的兵，本备了只要粮草，不识相。等我亲自进城，人畜不留。所有人给我盯在城墙上，敢退一步的，以叛军论处，全家抄斩。斩杀一个达子，赏银10两。上面的人，你们的箭射不远，你们的枪打不穿，连自己的百姓都守不住，不如早早开门。来人，把东西抬上来。来人，把东西抬上来。就这几台怪模怪样的铜铁疙瘩，就想挡住我满洲铁骑？勇士们，随我冲锋，杀进城去！魏大人，再不开火，城下的百姓和弟兄们都要没命了！撤，快撤！这是何等神奇！
魏大人，这简直是神兵天将啊！300重甲骑兵一轮就没了一半，刚才那个叫嚣的贝勒，直接被打成筛子了。小胜而已，皇太极不会善罢甘休，明日必有猛攻。传令下去，全军严加戒备。一群饭桶！300骑兵居然被几台破铁疙瘩打得全军覆没，连多罗贝勒都折了。大汗，明军那火器威力惊人，射速极快，我军骑兵根本冲不进身。我10万大军还攻不下一座小小的冀州城，明日全军出击，踏平冀州，鸡犬不留。魏大人，后金这次是玩真的了，5万骑兵全压上来了，咱们就15台火重，根本扛不住啊！别急，援兵该到了。小爷奉长公之命赶来支援，来得正好。火器全部布置城墙四周，分批次齐射，务必挡住后金攻势。所有将士听令，配合火器防守。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明军威武，魏大人威武！胜了，还是大胜！3000后金骑兵全灭！传令下去，死守城池，派斥候死死盯着他们。我要让皇太极知道，中原不是他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后花园。这不是明军之福，还只听从魏峰一个人的话，莫不是私军？大人，您快来看，达子的辎重车里居然有咱们大明庆丰米行的粮袋。庆丰米行，这个米行，那不是周皇后娘家的买卖吗？苏州到处都是他们的粮庄，怎么会跑到敌军的辎重车里？小爷，钱谦益倒台后，他不少余党躲在江南，会不会是他们和周家勾结，给达子送粮？何止是勾结，这是赤裸裸的通敌卖国！难怪敌军恢复得这么快，还敢大举南下，原来是有人在背后喂粮。此事关系重大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刘公公，把这些粮袋全部收好，叫手底下的人仔细搜，账本应该也在这些人身上。动作要快，半点不许遗漏。是。魏大人，是袁都师亲率大军到了。魏公公，你一个阉人，不过是奉旨来监军的，居然敢私自调兵，擅自开战，你可知罪？末将奉旨节制冀州兵马，率军御敌，何来私自调动一说？末将奉旨节制冀州兵马，率军御敌，何来私自调动一说？看袁都师的反应，想必定是误信了小人的话。本小子早就听说袁都师军事繁忙，难免遗漏一些情报。
岂有此理！看来的确是我轻信小人了。此事本都确实不知情，今日贸然前来问罪，实属不该。都师明事理。魏大人，老夫惭愧。袁都师，皇太极还有8万大军盯着呢，我们齐心协力，定让贼子有去无回。魏大人放心，我知道分寸。周皇后，江南余党，连袁崇焕都卷进来了，这张大网是时候慢慢收了。魏大人，城里的粮草只够撑3天了，弓箭滚石也快用光了。皇太极8万大军要是再攻，我们根本顶不住。援兵和粮草至少还要10天才能到。现在冀州就是座孤城，死守就是等死的。皇太极8万大军要是再攻，我们根本顶不住。援兵和粮草至少还要10天才能到。既然死守是死，那我们就主动出击。皇太极的粮草也没多到哪儿去，他8万大军长途奔袭，胡节解线拉得老长，而且里面还有好几万蒙古兵，他们跟后金本来就不是一条心，正好可以分化瓦解。主动出击，我们只有2万余人，连打个照面都费劲，更别说分化他们了。我带1000精锐骑兵出城，绕到敌军后方，寻机挑拨蒙古部与后金的关系，再找一处险地设伏，引皇太极主力来攻。袁都司，你和祖藏兵留守城池，加固城防，死守3日。3日之内，我必破局。魏大人，太危险了，敌军后方戒备森严，1000人无异于羊入虎口。啊，这是？回大人，后金大营东侧，蒙古骑兵驻扎在30里外，与后金主力相隔10里。且蒙古部对皇太极久有不满，只是迫于实力，不敢反抗。立刻率兵前往蒙古营地边缘。皇太极早就说了，攻打冀州的时候，让你们蒙古兵当炮灰送死，粮草全留给8旗子弟。这探查一下。回大人，找到合适的设伏之地了，在冀州城西北50里处，此谷两侧是100丈悬崖，谷底狭窄，仅容数骑并行。谷口朝南，背阴处积雪深城，尚未解冻，骑兵冲锋极易陷足。谷后仅有1条窄路，易守难攻，是设伏的绝佳之处。就是这儿了，我们就在这里设伏，佯装败退，把皇太极的主力引进山谷。两侧悬崖埋伏火铳手和弓箭手，谷堵挖满陷坑，让弟兄们把所有水囊都倒在山谷后面的路上，等结冰了再用雪盖住，保证他们踩上去就打滑。是。进攻！报！祖总兵等人死守城池，关灵铁骑出城拼杀。后金大军猛攻1日，伤亡惨重，却未能靠近城墙半步。好，火候到了，别恋战区把人引过来，打一下就跑。威风小儿，今天我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！全军加速，冲进山谷，把这股明军全宰了！大汗，这地形不利于骑兵，贸然追击恐怕有诈呀！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大军出征数月，寸功未立，再不砍几个明军，我怎么让手底下的人服气？今天必须吃下这股明军！冲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开火！
一群废物，全是废物！5000人呐，5000精锐就这么没了。可汗，我们的粮草不多了，下一批粮草要1个月后送来，再不破城，勇士们很快就没饭吃了。传令下去，全军休整3天，3天之后不惜一切代价踏平冀州城。是。魏大人，城中粮草仅顾1日，火药也只剩少量，火铳损坏大半。若皇太极日后再攻，我们不急，算日子应该也快到了。是场攻，粮草到了。我的儿可把你苦坏了，粮草、火药、新式火铳，爹全给你带来了，足够你撑3个月的。爹，您来的太是时候了，再晚1天，冀州就真的弹尽粮绝了。左重兵，转告袁都使，让将士们日夜巡逻，不准卸甲。皇太极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肯定会疯狂反扑，很快就会再来。是，把辽东老营的东西尽数调来。魏峰小儿，这3门红色大炮足够把你的乌龟壳掀个底朝天。今日必轰碎城墙，将你碎尸万段。魏大人，我们的城墙扛不住几轮，外城必破，这可怎么办？都给我顶住！一个鞑子都不准放进来！魏大人，你要是再想不出办法，我就带着关宁回先走了。这几天损失太大，冀州城根本没必要再守了。是啊，魏大人，我们已经守了这么多天，也算对得起朝廷了。不能走，一旦让皇太极跑了，这场仗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。他现在也是孤注一掷，只要我们撑过这一次，皇太极至少10年不敢再南下。这城我们守不住，他皇太极也守不住。他想要，那就给他好了。您的意思是弃城而逃？您的意思是弃城而逃？不是弃城，是空城。皇太极急着要粮草补给，咱们全给他搬走，给他一座空壳，耗死他。好主意，鞑子不善夜战，我这就把粮草兵器全搬空，1粒米都不给他留。怎么回事？明军难道跑了？大桓，肯定是明军看到外城破了，哼，吓得夹着尾巴跑了。别大意，全军后撤，再用大炮轰一轮。8旗精锐先进城，别管什么金银财宝，先找到明军的粮草辎重。大汗，不好了，是空城，我们搜遍了全城，连个米袋子都没找到。大汗，此地没有粮，再耗下去，大军必乱。趁明军未合围，速速撤出城，退回草原重整。传令，全军弃城，立刻撤回草原。有埋伏，往城里退！魏大人，皇太极真被我们困住了，冀州外墙都碎了，火铳直接能打到城里，咱们什么时候攻坑，把皇太极抓活的？不打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真把皇太极逼急了，跟我们鱼死网破不值当。让弟兄们把伙房搬到城墙外，让皇太极好好看看咱们吃的是什么。魏大人，咱们日日喝酒吃肉，城里鞑子饿得眼冒绿光，我看他们撑不了几天了。饿到极点，他们自然会狗急跳墙。再耗下去，我的草原儿郎都要活活饿死在这里。把所有盔甲辎重全丢下，轻装连夜突围，撤回草原。大汗，连盔甲都丢了，怎么突围啊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什么都别管了，先活着出去再说。魏大人，要不要带兵追上去，把他们全灭了？穷寇莫追，10年之内，别想再南下了。
全军凯旋！刘公公，800里加急，劳烦您亲自送往京城。你这捷报里写了啥呀？这么着急？就2件事儿。第一，冀州大捷，皇太极10年内别想南下。第二，把这庆丰米行的事告诉陛下，让他问问周皇后，他家生意做这么大，给朝廷交过税吗？皇太极的麻烦暂时解决了，要是不找点新事做，朱由检恐怕就要卸磨杀驴了。陛下，臣以为边关之事不如早日议和，免得再生战事。不如割让冀州以北3县，换皇太极退兵，等咱们兵强马厚了，再收复失地不迟。割地？我大明朝什么时候沦落到连仗都不敢打的地步了？前线的将士们在浴血奋战，你们坐在后方，居然想着割地求和！陛下，冀州城被围这么久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粮草也断了好几天了，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陛下息怒，皇太极势头正盛，若不早日议和，待他杀到京城，恐怕就别想再让他退兵了，还望陛下三思。王承恩，准备拟旨吧。 800里加急，冀州大捷，冀州大捷！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启禀陛下，800里加急，魏大人在冀州大败皇太极，冀州城守住了。陛下，魏大人亲率3000皇陵守备兵，用新式火器打退了皇太极3次进攻，杀敌数万。皇太极丢下所有盔甲资帐，只带着几万残兵，连夜逃回草原了。 好，魏峰果然没让朕失望，他是我大明的大功臣。刚才是谁说要割地求和的？给朕站出来！臣失察，臣也是护国心切，臣罪该万死。哼，刘公公，你手里还拿着本册子，那是什么？陛下，这是缴获的庆丰米行粮袋。 还有粮商勾结鞑子倒卖粮草的账本，这不是周皇后娘家的产业吗？陛下明鉴，这事跟臣没关系啊！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，无关。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，连你分了几厘钱都记得一清二楚，你还敢说无关？周皇后的娘家还有东林党这帮蛀虫，居然通敌卖国！ 吸我大明的血，去喂外敌的兵。传朕旨意，查抄庆丰米行，捉拿周氏全族，其余涉案人员等魏峰回国之后一并查办。听说魏公关用火器打跑了10万鞑子，简直是大明100年难遇的战神啊！这满朝文武，还不如魏国公公一个太监有种。听说鞑子刚出兵，就有当官的跑去求皇上要割地赔款呢。 陛下，魏峰一个阉人，居然拥兵自重，还私设火器营，这是想从前朝的权官谋逆造反啊！那依诸位的意思，下次皇太极再来，朕派你们去前线打仗，可好？陛下莫要被魏峰蒙蔽，他一个阉人，从不习武，如何能带兵大破10万大军？臣以为最多不过几千残兵罢了。魏峰这是好大喜功，虚报战功，骗陛下封赏。 小爷，最近京城里流言蜚语满天飞，要不咱们走小路进城吧，免得节外生枝。不用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。等把战功甩在他们脸上，比什么都管用。传令，东厂提骑列队，押解俘虏，献俘入城。那是鞑子的战马，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机会亲眼看到。呸！ 看见那个人了吗？前几年他来出使大明，在大街上纵马踩伤了好多百姓。多亏了魏大人，这畜生也有今天。臣魏峰幸不辱命，大破后金10万大军，擒获敌修降将数百人。今日押上朝堂，指认通敌卖国的叛贼。魏峰，
你一个阉人，居然敢压着嫡俗上殿，这是藐视朝纲，意图谋反吗？谋反？这位是后金镶黄旗都统，皇太极的心腹，他手里握着什么？要不要我当众念出来给大家听听？通敌一案，绝非一人所为，朝中不少人涉及其中。今天就让这些敌校把他们一个个指出来。说吧，都有谁？户部尚书毕自前、兵部侍郎王在晋、御史张维，都曾派人联络过我，许诺粮草军械，求我大金破城后保他们富贵。陛下，臣冤枉，是他血口喷人。冤枉！这些信上都盖着你们的私印，账本也记得明明白白。要是不服，就让锦衣卫去你们家里搜一搜，看能不能搜出这些赃银。陛下，臣是被逼的，都是那些老臣逼我的，臣也是万不得已呀。陛下，朝中蛀虫，勾结外敌，贪赃枉法，罪证确凿。通敌卖国，吸我大明的血，养肥了外敌，你们一个个全都罪该万死！走吧！爹，这是我理好的册子，冀州一事，我们缴获的钱财兵马都登记在上面了。儿啊，就没有一个可以拉拢的人吗？那倒不是，总兵赵帅教为人刚正不阿，是个可以重用的人，而且根本不用我们拉拢。这些年朝廷发军粮跟下雨似的，没准什么时候才有。赵帅教和他手下的兵穷得叮当响，只要我们给他稳定的粮草和银子，这些事儿你做主就行。不过皇上那边准备动用锦衣卫抄家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皇上要抄家，那就让他抄，不光锦衣卫，咱们东厂的人也可以去帮忙。不过嘛，那些官员家里堆成山的金银珠宝，一箱箱的银子金条，总得先从咱们手指头缝里过一遍才行。哈哈哈，这哪是抄家呀，简直是跟着皇帝捡钱。儿啊，你尽管在宫里跟着皇上办事，外面的事儿爹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的。折腾了这么久，也该把这些蛀虫彻底清理干净了。奉旨查抄，开门。我可是朝廷命官，你们敢动我，我要见皇上！哼，还以为自己是大人呢。都给我搜！我的天，这帮老东西平时一个个装得两袖清风，家里藏的钱比国库还多。爹，咱们只拿1成，剩下的全部封好，连夜送到宫里去。1成够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爹当了这么多年官，都没见过这么多银子啊！王尚书家、李侍郎家，院子里空空荡荡，家丁丫鬟全没了。昨天夜里，锦衣卫抄了10几家大官，全是通敌卖国、贪赃枉法的。那些平时耀武扬威的大人，一夜之间全没了。卫青啊，一夜之间就把京城的蛀虫连根拔起了，朕真是多亏有你这位肱骨之臣啊！为国除奸，分内之事。小爷，这东西能吃吗？闻着一股子怪味儿。现在不能吃，得煮熟了才行。不过味道不是最重要的。你知道这东西的产量有多高吗？这东西要是在全国推广开，大明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人饿死了。儿啊，你安排的事儿，爹办好了。那些铜铁什么的，皇帝看不上眼，干脆全部赏给你了。爹安排人运到凤阳，现在已经在仓库里了。不过有个事儿，咱们现在招的工匠太多了，鱼龙混杂，爹担心火铳的技术早晚得泄露出去。
爹您放心，以后人多了，就让每个人只负责做一个部件，每个部件上都刻上工匠的名字和制作时间，哪里出了问题，直接找对应的人。这样既能保证质量，又能防止火铳被偷偷带出去。好办法，真是好办法！皇太极借兵蒙古，从龙井关大安口突破了长城边防，3天时间连占我4座城池。袁崇焕是养了一群废物吗？怎么这么明显的动作，居然一点防备都没有，拱手送出了4座城池？陛下，这是锦衣卫截获的袁崇焕的密信，他带着2万关宁军已经开拔了，但没有直奔边关，而是绕道往京城来了。赵律教率领4000人马拼死抵抗，没有援军，已经壮烈殉国了。陛下息怒。这袁崇焕还有脸要求进城休整？皇太极6万多人都从边关杀到京城了，他带着2万人，居然还落在皇太极后面。陛下，袁都师的人还等着回信呢，耽误不得。不见，我倒要让他看看，没了他，朕照样有办法守住京城。小爷终于来了，所有的火铳和火炮都在这里了，还有一批弹药正在路上，厂工亲自在送，半日时间就能到。所有火炮全部架在城楼上，炮口朝下。第一波用实心弹，等前排的骑兵倒下了，再用开花弹打后面的步兵。刘公公，这火铳营我就交给你指挥了，不管敌人扑上来多少，你只管指挥将士们开火就行。小爷放心。炮兵准备，上膛，给我瞄准了打！开火！继续开火，别给他们喘气的机会！报！大汗，不好了，我们的增援部队遭到袭击，对方用的是火炮和火铳，大军全军覆没了。火铳，肯定是魏峰那小子。我说怎么京城城楼上没看见他？传令，大军掉头，明军主力在通州，杀回去！小爷，皇太极亲率主力来了，足足有5、6万人。上次他10万大军，不也被我打跑了？魏峰小儿，知道我大兵压境，还敢绕到我背后？今日通州就是你的葬身之地，踏平通州！大汗，大事不好了，后方的粮草被明军截断了，押运的粮队全被劫了。粮草被劫，前后受敌，这是天要亡我呀！撤，全军撤回草原！陛下，臣救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看来袁都师确实是老了，腿脚不利索了。2万人居然跑不过6万人。既然这样，你就交出辽东的兵权，回家养老去吧。魏峰，朕今日下旨任命你为蓟辽总督，总揽辽东所有军务，节制边关兵马。臣遵旨，定不负陛下重托，誓死守好大明边关。陛下，臣有一计，可解燃眉之急，救100万灾民。魏峰，你有何良策？凤阳、苏州、扬州等地的粮庄，我早就命人大量种植土豆了。这东西耐旱，产量还特别高，1亩地
能收好几千斤，足够灾民吃饱肚子。现在正好是收获的时候，此物蒸补可食用，现已囤积数千万斤，足够赈灾，安抚流民。你说有多少？几千万斤！天不亡我大明啊！魏峰，真没想到，小小的土豆，竟救了我大明100万灾民。若无此物，今年大旱，必生大乱。若无此物，今年大旱，必生大乱。陛下，民以食为天，只要百姓有饭吃，大明的根基就稳。魏峰，你真是我大明的栋梁，以后需要多少人力物力，户部全力支持。另外，朕打算把安阳公主许配给你。就你那点小把戏，还想瞒过朕？不过只要卫青忠心为国，朕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魏峰，朕跟你说句实话，你是朕用过的最好用的一把刀，但也是朕最害怕的一把刀。刀会不会伤人，关键看用刀的人。要是用力太猛，难免会伤到自己。哈哈哈哈哈哈！